你来找我干嘛呀？我跟你老公的事，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你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女人了。那我是第几个？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呀。反正一个大餐桌是坐不下。要是让他们都有座位的话，那至少得有一间教室吧。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我一个合法的都管不了，你一个非法的还想管？怪不得他总说他忙，原来是忙着翻牌子啊。那你干嘛不跟他离婚呢？我要是跟他离婚了，他不就得祸害别人去了吗？他曾答应要跟我结婚，他也曾答应只爱我一个人。他把我强奸了。只有被认定了的强奸才叫强奸，否则都叫偷情。你不在乎他跟别人偷情？你又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不在乎呀？每次我跟他要婚姻，他总说阻力在你这儿。尽管你们已经没有爱情了，但你还是缠着他不放。凡是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，都会推给别人做决定的。离婚，他舍得吗？我给他生了2个那么可爱的孩子，我每天像佣人一样伺候他，我还不管他和什么女人在一起。你要是跟他结婚了，你能做得到像我这样吗？做不到。但你没管住他，就是在支持他。我要是管住他了，还轮得着你勾着他脖子？我不管他，是因为我管也管不住呀。就像一个听不进去意见的人，你跟他提再多的意见，也只能是讨恨。如果我告他强奸，你们最终还是会分手。你有他强奸你的证据吗？我如果没有证据，我拿什么底气来跟你谈判？首先，我不反对你告他，因为即便是你告他成功了，也不会影响我的生活，甚至我的心理。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想清楚，你之所以比别人穿得珠光宝气，还不是因为他给你的钱吗？你把他告倒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呀？钱没了，名声毁了，你还不能再勾着他脖子撒娇了。我连命都不想要了，你觉得我怕吗？你不想要命，命早就没了。你之所以拿命来威胁，是因为你想要的更多呀。你来找我也不过就是想搏一搏，
来之前你就知道，从我这里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的，弄不好还会撞上我的怒骂。弄好了，会得到一点心理安慰。你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你不想跟他结婚。从你对他交什么女朋友的关心程度就能判断出来，他不是你能容忍的。一旦折腾到能结婚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背叛他，或者抛弃他。你不明白，你想折腾的人其实是你自己。你更不明白，你不肯原谅他，本质上是不肯原谅你自己。因为他能强奸你，你肯定也是有责任的呀。当时你本来能逃脱，或者是你自己主动送上门的。你为了减轻自己失误的心理压力，会不断夸大对方的错误。我说的对吗？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坏。他那么坏，你为什么还愿意嫁给他呢？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跟他离100回了。离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不过是把这个男人换成那个男人，而那个男人跟你结婚以后，也注定会伤害你。与其不停地换人伤害，还不如就让这一个人来伤害。婚姻不破的秘诀是相互适应的人在相互适应，而不是靠别的什么来维持。你要是真聪明啊，你就不应该管他要婚姻，而是应该管他要钱。可他的钱不就是你的吗？反正他也会满世界撒钱的，撒给你嘛，总比撒给别人要好。至少你看着不让我那么讨厌。既然你对婚姻看得那么透彻，那就跟他离了呗。让我这种还抱有幻想的人再管他几年。我没问题啊，只要他愿意签字就行。但我知道他舍不得我，能用钱追到的，一定不会用感情。我知道你来找我肯定不是他的主意。他要是知道你这么做，对你的态度肯定会180度大转弯的。不信你就告诉他试试。我给你个忠告吧，也不能算是忠告，算是个提醒吧。你的优势呢是年轻漂亮有活力，但是你看你今天卷的这个头发，拎的这个包包，成熟的都不像你这个年纪的人了，这些都不适合你的，还会让你的魅力大打折扣。当初你要是这副打扮出现在我老公面前，他应该是不会看上你的。你真好心啊！你是在教一个女人如何勾引你老公吗？怎么想那是你的事，怎么做是他的事。你现在就是在多管闲事。好，算我多嘴好吗？我不说。
我完全不是沈小言的对手。他一直在笑着，每一个笑都那么刺眼。他才是真正懂爱情的人，跟他比，我们就是小学生。他说的话呀，句句戳心，戳得我太阳穴都麻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听沈小莹的，放弃那个人就对了，重新开始。可是我做不到啊。这是过生日，又不是结婚。哎，海涛，你看看是谁？哎，切蛋糕啦！来，切蛋糕喽！我们先点个蜡烛吧。好啊！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赶紧走！过来，来。我不跟你说，我找徐山川。别在上面。今天我生日过生日，你别闹啊！徐山川，你躲什么躲啊？你出来！徐山川，爸爸，是有客人来吗？不速之客。徐山川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不着，我找的是徐山川。徐山川，不作。徐山川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有种就出来，你做个男人行吗？碰我！我给你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我太太过生日，你别来影响我的家人。你太太是人，我就不是人了。啊？沈小莹，别在里边给我演幸福、装佛系了，你这都是假的。夏冰清，你疯了，知道吗？你别再来纠缠我了，要不然我一定让你后悔。小赵，从那走，消失。走。你把我毁了，我也不会让你过安生日子的。你别碰我！你能不能不闹了？你干的那些脏事儿，你好意思吗？你小心我喊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我求你不要喊了，好不好？你答应我离婚的，你在干嘛？你答应我离婚的，是不是？听我说，这样对你一点也不好。还好意思跟我过生日呢？你没完了是不是？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能闭嘴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别他妈碰我！吃蜡烛吗？吃几个了？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妈妈。我们一会儿再许愿、吹蜡烛、吃蛋糕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妈妈先跟爸爸说件事儿啊。等一会儿哦。爸爸来一下。我偷吃的。来一下嘛。讨厌你会。妹妹，你看好哥哥啊，千万别让他偷吃啊！可不是我，他们就说什么悄悄话，对不对？妹妹不许偷吃啊！把恶心带回家来了。要不要把他请进来，一起吹个蜡烛呀？徐山川说让他消失和再也不想见到他是什么意思？我认为是抽掉的。移民不是我说的吧？我没逼你吧？反正我现在不想走了。可我钱给你了呀，啊，你又反悔了。不，你这么来来回回的，你到底是要干什么呀？我就是想跟你在一块儿，有错吗？这是钱的事儿吗？啊，这不是钱的事儿啊。哎，那你让我搞明白啊。那这些年你没完没了管我要钱是干什么呀？那之前给你家还债那个钱咱们不算了，好不好？那前年你说要给你爸妈在海边买个房，钱我给你了吧？你买了吗？我没跟你追究过吧？去年你看上一个车100多万，我给你了，你又不喜欢了，我也没问你要过吧？嗯，你说你要移民，那几百万我给你了，你又不去了，哎，不是这些年里里外外的，不是夏冰清啊，你不能欺负我呀，啊，
抢劫没你这么抢的吧？你居然觉得我是在抢劫是吗？那不然呢？好啊，不就是移民吗？咱俩一起走。我跟你一起走。嗯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净身出户。对啊，你不是说我在抢劫吗？我就用抢你的钱养你，咱俩一块儿到国外，安安稳稳的过完下半辈子，不行吗？我是不是给你惯出毛病来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不可能！我就是现在立马给你一刀两断，给你扔高速公路上都能对得起你。许仁川，我警告你啊，别对我大呼小叫。我不是吓唬你，我有证据。哦，是吗？看来说到重点了是吧？好，哎，这些年我只要不顺着你意思来，你就拿当年那个事情来要挟我。好，行，你要撕我陪你撕。你觉得我是傻子是吗？啊？还是我的律师团队是跟笨了呀？我现在告诉你啊，首先，当年你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报警，对吧？第二，这些年我们俩的关系都是双方自愿的。第三，所有的大额转账都是我单方面转移的。你再去告我，你现在就去告我！我拦着你，我都不是人。你看警察给你立案吗？猪脑子！我说的不是那件事儿，我说的是你给那个人行贿2000万的事儿。你觉得这个证据够吗？我跟财务那边打过招呼了啊，你随时过去支200万走，你打个借条意思一下。谢谢叔。哎，叔你放心，我一定搞定夏冰清。你要能把夏冰清搞定了，那就算你救了我了。这么个闹法，我是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哎，海涛，你说到得做到啊。知道了，叔。你钱不够跟我说。够。你约我来不是来喝茶的吧？还记得咱俩的约定吗？什么约定啊？我曾经问过你，你真的不计较徐山川在外面玩弄女性？你说你早已经云淡风轻了。我说就像坐跷跷板，你不可能任由它把你翘到天上去。你为了把你这头压下来，保持跷跷板的平衡，心里一定有个巨大的秘密。记起来了，当时你送我，是经过莲湖的时候说的。多好的记性啊！其实这个巨大的秘密我早就发现了，因为觉得跟案件无关，所以我一直替你保密。你发现什么了？我可以不讲出来，因为有些事情不说出来就相当于没发生，或许更利于你的心理建设。不过我有个前提，你必须提供徐山川谋害夏冰清的证据。我没证据。没事，你再想想，我可以等你几分钟。没有就是没有，你等多少分钟也等不来呀。这位认识吗？认识啊，我的健身教练。你说徐山川知道你跟这位教练那些事儿吗？比如你去他的住处开房之类的。他知道，
我跟徐山川有个约定，私生活互不干涉的。那这个秘密，徐山川知道吗？女儿的血型跟他不匹配。据我了解，你在进产房之前，让医生把女儿的出生卡提前就填好了。如果徐山川知道女儿不是他亲生的，还会跟你互不干涉吗？你一直在暗暗报复徐山川。只是表面像个佛系。你调查我女儿干嘛？因为我要从你这儿拿到徐山川的证据。你怎么知道我有证据？我们从徐山川的车上的记录仪发现了你的指纹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徐山川的车去过哪儿，车上坐着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你全都了如指掌。有用的话就复制一份，没用的话就随便听听。如果有一天你们夫妻反目，你手上攥着他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可以帮你获得全部的财产。这些都在你的手机里。你能保护我的孩子吗？我也是一个母亲。在我的隐私相册里。谢谢。一个都不认识。这个是刘雨萌，这个是尹涵。据我们调查，他们都是跟徐山川经常约会的情人。哦，那个呢？他叫夏冰清，他也是徐山川的情人吗？他们好了3年。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呢？知道我们为什么传唤徐山川吗？不知道。他被杀了。你们认为是徐山川干的，或是我？我需要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你知道他外面有情人吗？感觉得到，但我不想知道他这些破事。只要他对我好，别的我都不管。我们结婚8年，只要他不出门应酬，每天晚上他都会给我按摩。我想要什么，他就给我什么。我一面享受着他的伺候，一面承受着他的背叛。有的时候需要用爱去原谅恨，有的时候需要用恨去捣乱爱。照这么说，你不在乎和别人分享他的爱？爱，所谓爱情，就是双方接触的时候大脑分泌的多巴胺。等保鲜期过，彼此都懒得为对方分泌了。谁都不敢保证只有唯一的爱。你这么放任他，他也这么放任你吗？这不是放任的事。如果一个人想出轨，另外一个人是拦不住的。如果你一直对他是这个态度，
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你图的是什么？从他追我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就是只要跟我有关系的事情，全听我的。你说他对你百依百顺，能说的具体点吗？我说的是跟我有关系的事情上，他都听我的。比如他追我的时候，康养中心刚成立不久。有一次他带我逛了一圈，煞有介事的让我给点意见。我说你应该成立一个意见部，谁都可以给你提意见，而且每提一条都要有奖金，这样可以拉近上下级的关系，还能让大家更有凝聚力。他当时就同意了，没过多久他就请我去接管他的意见部了。还有吗？结婚前他准备风风光光的大办，酒店也选好了，请柬也发了，但我就觉得这么办特别没劲，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办了，我想跟他去国外旅行结婚，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，1分钟取消了一切，1小时制定了行程。你当时特别开心吧？当然。也就是说，你曾经相信过爱情。是的。现在不信了？如果你丈夫在外面有那么多情人，你还会相信爱情吗？你恨他了吗？如果对所有看不惯的事情都要去恨，那我早就自杀了。徐山川有可能为了摆脱夏冰清的纠缠作案，沈小莹出于嫉妒，又或者是为了保护家庭，也有可能出手。问题是他们都没有作案时间，邻居、保安、快递员都能证明当晚他们在家。我认为沈小莹作案动机不足，因为她对徐山川出轨不在乎。据沈小莹母亲回忆，沈小莹从小学开始成绩就在班里数1数2。只要成绩下滑，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吃不喝。一个从小被人宠着、自尊心这么强的人，怎么就变成了云淡风轻的佛系？他在装，他读的是心理学专业。虽然他强调毕业后全心全意做家庭主妇，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，但他毕竟系统的学习过心理学。有道理。徐山川给沈小莹存的钱、买的房，多到足以抵消任何怨恨。小心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。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，我们只能让徐山川和沈小莹回家。我请求对他们进行24小时监视。叔，有人跟踪我们。跟着就跟着呗，你又没干什么坏事。明白。你看过没有？抱歉，吴墨老师，您的作品我还没读完。啊，这是我当了30多年记者积攒下来的文字。你的导师鼓励我呀，说整理给他出版，还说让你帮我写一篇评论。您是不是请他喝酒了？哎呦，我们两个喝30多年了，老朋友了。他呀就喜欢喝酒，一喝醉了呢就到处许诺，也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学生水平有限的。你不用那么谦虚。你的文章我读过，后生可畏。谢谢。哎，东东回来了。我女儿。哦。哎，东东，你过来，你来喝茶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穆达夫博士。你好。你好。冉东东。穆达夫。咱们接着说吧。
刚刚说到我没读完这个小说，但是从我读过的部分来看呢，我觉得您的小说冷静客观，理性和感性兼备，而且文笔特别的细腻。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吗？你这个我是酷评派，乌鸦嘴，很少说别人作品的好话。东东，你觉得穆博士说的是真话？是吧？当然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说的好像不是我的作品呢？都是您的作品，都是佳作。而且呢，我会拿您的作品和美国的作家杜尔蒙·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进行比较。我不是一个作家，我知道的没你们那么多。我听着好像挺厉害的吧？很厉害。卡波特是谁啊？冷血的作者。没听说过。蒂凡尼早餐的作者。哎呦，这电影我看过，是那个奥黛丽·赫本演的吧？就是他。我爸这作品有他写的那么好吗？有相同的气质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你说的好厉害啊！来，咱们接着喝茶，喝茶来。这是一本好书，谢谢你的推荐。我从小呀就特别佩服我爸能写那么多文章。这次重读，我发现他的文章里面好像除了时间、地点、人名站得住脚，其他的真不敢恭维。这文笔啊，既不优美，也不细腻，作品既不冷静，也不客观，尤其跟这本一比，简直不堪入目。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爸。这不是我的本意啊。其实他能写出这么多文字，已经是个很了不起的事儿了。那我觉得你更了不起。你能把这两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书扯在一块儿，就像是那种一头挑着铁块，一头挑着棉花，从上海走到北京，不但没失去平衡，还到达了目的地。佩服佩服。那不是为了洪老爷子开心吗？其实他的一生中最骄傲的作品是他的女儿你。那我顺带的夸了一下他的另一部作品，也是爱屋及乌罢了。切，我算看明白了。冉嬷嬷压根儿不是找人给他写评论，他是给自己找女婿。那他的目的达到了。禁止盲目自信啊！哎，你知道贵圈是怎么评价你的吗？不知道。狂。说你啊，从第三方视角评判名家跟大师，说的好像还挺有道理。要是把你那些评论站在已故大师的墓碑前念一遍，估计有一半都得被你气活。不是，谁这么损呢？我人这么低调啊，哪儿狂啊？别假装谦虚了，狂怎么了？有本事才狂呢，没本事那叫嘚瑟。我喜欢狂的。那就狂呗。我喜欢被你喜欢。脸呢？不要了。臭不要脸！那时候多好啊，谁让对方多担心一点，都有负罪感。我们从来都不吵架。你是在抱怨我没有以前温柔了是吗？何止不温柔，那简直就是狠。你看我就像看罪犯一样。我从来都没变。你觉得变了是因为你心虚。你看你又来了。你怎么总是这么刻薄，这么犀利呢？你以前不这样啊。你以前还不这样。我一直都这样。你以前诚实。吻过其他的异性吗？
谁呀？师妹。那有过那个吗？哪一个呀？别装傻，就那个。有过。多少次？ 11次。那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啊？毕业了，我去留南方，他就回北方了。之后真的再就没联系，真的。不用那么紧张，我就试试你诚实不诚实，不是跟你计较。你过往的一切跟我无关。人一旦相爱了，就会变得诚实，因为他要用诚实去讨好对方。如果不诚实，那就是不够爱。听不懂，但是你这回答还让我挺满意的。那你呢？你猜？好。哎呦！哎，你洗手了吗？快去！尝一口，快点！今儿什么喜庆日子啊？说那么多好看的。没什么，就是想奖励一下你的诚实。奖励我这诚实？你忘了？什么呀？啊！哟，我把它都给忘了，在哪儿找着的？你让我把你那些旧杂志卖了，我不放心，我就检查了一遍。幸好啊，我告诉你，要不然你这本珍贵的小黄书就得流落民间了。什么小黄书啊？这是我读博时候记的流水账。得了吧，我数了一下，你跟你师妹确实那个了11次。对，就11次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诚实，敬你，敬我的诚实。吃了啊？自己来。汇报一事儿啊。说。我的一个硕士毕业生，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对我产生了非理性的单向相思病，每天给我10几条信息。啥意思啊？看上你了？想跟师母竞争上岗。嚯，这么大的事儿没必要跟我商量啊，自己搞定就行了。问题是我搞不定啊，这孩子家里条件还不错，挺任性的，说是想找你谈判，说只要你把我交出去呢，什么条件都答应。能给我多少啊？你找他聊聊呗。我知道这不应该，但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。我只要一天没有答复的消息，我就跟犯了病似的，吃不好也睡不着。只要是他发来的信息，每个字都比别人发来的好看。唉。不怪你，真的，要怪就怪穆老师。为什么要怪达夫？因为他在你面前只表现了好，而隐藏了不好。达夫没什么不好的，他喜欢放屁，你知道吗？他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他都放。哎呦，我都习惯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才不在乎呢。我爸说了，只要谁给他找着一称心的女婿，他就在省城送出一套别墅。别墅我不要啊，我只要你做一件事儿，只要你能坚持100天，我就把它让给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呢，每天从省城到我们这儿来，坐那个长途汽车啊，
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能是长途汽车，来回也就7、8个小时吧。到了之后呢，你就给他献束花，只要你能坚持100天，带走。我每天坐长途汽车，来回6、7、8个小时，就为了送束花？啊，凭什么呀？我们是合法夫妻呀，两口子。哎，你想从我手里把我老公抢走，你总得做点什么我做不到的事儿吧？你说话算数？算啊，不难吧？奇怪了，就那个小雨啊，别人家给我送了5天花，送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跟我说，这是最后一次跟我见面。是不是还有那么一点失落了？嗯，人嘛，特别正常，真的。其实你啊，一直挺享受有人暗恋的，一边想断啊，一边还特别想保持联系，一边劝人家别打扰呢，一边还特别渴望人家的来信。你说的都对，但我有点好奇啊，用了什么方法呀？啊，让他停止特简对我骚扰。单呀，我就跟他说，让他每天从省城到这儿来给你献花，献100天，只要他能做到，我就让位。100天，你还真够狠的。笑什么呀？爱情是有假象的，想考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啊，就看他能不能长久的为你做件平凡的小事儿。你比如说我吧，我可以为你做一辈子饭，刷一辈子碗，对吧？不爱你的人啊，让他献100天花他都做不到。 100天花儿，哲学，哲学，这是爱情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早已经习惯了那个公开透明、诚实守信的穆大夫，所以你有一丝一毫的隐瞒都会被我放大，大到好像环境污染了那样。我也想过，能不能对你的要求降低一点，比如说，只要你说实话，我就可以不计较发生了什么。很多时候，特别是破案的时候，我对真相的兴趣经常大于我对惩罚的兴趣。哪句听着更像是实话 ？A. 只按摩 ，B. 按摩之后加了项目。后一句。那就后一句了。对不起，按摩后我确实加了项目。虽然亮着灯，可我还是感觉眼前一黑。你真让人失望。你追求的其实只是现实跟你的预测相符，根本就不是所谓的真相。走着瞧。文姐，到了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是叫吴文超吗？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？
认识吗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2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也下着雨，我在公司里写策划方案，一辆出租车停在我们。痛快！谁啊？啊？要干什么？别睡啊，睡着了会感冒。来喝杯咖啡。醒醒，醒醒，喝杯咖啡，喝点热乎的。你叫什么呀？你住那个几楼几号？我给你送上去呗。我喝多了，我都断片了，难受。难受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啊？或者你给我个你朋友电话，我叫你朋友过来接你什么的。闭嘴！要不是地板上的水渍，吧台上剩的咖啡杯，我还真以为这是一场梦。你是不是现在觉得更像一场梦？像的我都怀疑人生。能说说你跟夏冰清的交往吗？
那次之后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，没想到1个月后，大约晚上10点，他突然就走进来了，指了指咖啡机，我就过去给他煮了杯拿铁。加上牛奶解酒。他喝完了，跟上次一样，连句谢谢都没说就走了，好像讨好他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从此，每10天半个月，他就会走进来一次，大都是晚上应酬之后，顺道进来，10有8九是酒后。唯一的区别就是酒醉的程度不同。你住办公室啊？我住另外一个小区。经常加班？我常常工作到深夜。据周围住户的反映，你是认识夏冰清之后，你们这广告公司才每天晚上灯火通明的。我确实认识他以后，比以前更喜欢加班。每天等他，就像等一个老朋友一样。要是等不到他，就觉得这一天又浪费了。我等他，是因为我喜欢跟他聊天。你们是怎么聊上的？一天深夜，他走进来的时候，身体比每一次都要晃。咖啡。好烦啊！你能抱抱我吗？混蛋！你抱的是沈小莹，不是我啊。好热啊，那这儿。哎，叫你呢，你给我起来！
你到底都做什么了？多看了2眼。流氓！你凭什么脱我毛衣啊？我没脱你衣服啊。不是你脱的，是我自己脱的，是吗？你们男人怎么都是一个臭德性啊？也有例外啊。再说你好好的女孩，你每天喝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我皮带呢？我裤子上皮带呢？啊？皮带你是不是来的时候你没系啊？不可能！你到底对我做什么了？你把我皮带藏哪儿了？不是你好好想一想，你昨天晚上去哪儿喝的酒？你是不是皮带忘在人家里了？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，我要告你耍流氓！你幸好我有监控，要不还得花钱请个律师。你给我打开！现在，快，给我打开！对不起啊，没关系。沈小莹是谁啊？不该问的就别问，不然我以后就再也不会来喝咖啡了。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遇到好人啊！喝杯咖啡吗？来一杯吧。夏冰清都跟你聊了些什么？聊他的故事，重点聊他的感情故事。有很多事儿他都说了很多遍，10几遍，就像是一袋茶，泡来泡去，泡了很久，都泡不出味道了，还在泡。你能说说他跟你聊的具体内容吗？他说他被人强迫了。他说的是强迫还是强奸？强奸。
你好好回忆回忆，他具体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，这对我们很重要。